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亚索啊，这位职业哥的亚索啊，这位应该你们看这个 ID 应该是看出来的，他就是那个一个职业选手。然后亚索这个英雄呢，他的出装和永恩差不多，但他的那个符文啊。事实是有点不一样的理解啊、让我们看一下他这套出装的理解怎么样啊？适不适合这种新手玩家或者说普通玩家选择去带这套符文？手短没办法，肯定会被对面戏耍的。那就利用这个果子天赋去快速发育。没关系啊，带的是不灭之握，只要能上去 A 到他是吧？慢慢的是吧 ？Q 就拿来留来攒这个狂风之力不灭之握说错了，E 过来 Q 一下叠一层不灭。找机会 E 过去，再 EQ 又叠到一层，是黄牌，然后有那个风墙直接挡住。这里来反对面的野，哦，当然对面已经刷的差不多了，1分半了。这里E上去反倒是吃到这个黄牌了，应该先放个风墙把他黄牌给骗出来以后再 EQ 上去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多叠一层不灭。这里想骗又没骗到。吹兵回家，这一波就没必要跟他再打了，因为对面的男刀应该看没有在河道蟹位置，其实他很容易就可以靠过来抓你。打不过。反正亚索的话，就是现在这种利用线权，这里一阶急跑过去打断对方回城，拖一下时间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波线能让对面少吃一些。大招上线吗？EQA 风没吹到，如果吹到的话，还真能接大去尝试击杀对方。因为盲僧已经靠过来了，盲僧怎么这么想去杀对面啊？惩戒回了一口，想救有点难救，我感觉吃了果子，风墙那个 Q 进闪现 Q 接大招。他也没有太多点果子的机会，只能说就是亚索线权还是有的，但就是说想怎么去尝试利用线权，然后去游走，去拿那个果子的那个钱。盲僧靠后，对方应该是发现了的哦。
这边踢了大招给大招的话，你一定是还是去跟一手。但，哎，这个卡牌很到位啊，他知道盲僧大招和这亚索的没有那种强控制，直接就大招飞走了。这里的话，你就不要去跟那个男刀打，知道吧？因为你跟男刀打，他肯定是黏住以后，然后还能帮那个卡牌去卡线，所以就不用理，直接帮上路刷完线以后直接回家。这里射手选择去了中路，那就不要回，可以再吃一波线。维鲁斯在线上啊，在中路打得很舒服，说啊，我喜欢战斗。那这样的话就只能来上路1打2了。哎，E 过来 ，EQ 吹起来以后，直接接个大招。好了，这个发育的亚索1打2完全不是问题，但是这波被拉扯了，他以为可以刚好出去。不过没关系啊，被辅助杀，我觉得没关系的。我感觉这个卡尔玛伤害比 AD 伤害还高，你看没有？这卡尔玛打了1100，射手才打了1000不到。闪现直接跟伤害了。然后被抓了，这个维鲁斯是真不想沟通啊，感觉，因为他刚刚打野都已经，亚索这边职业哥都已经说啊，你在上路不好打，直接站中路就可以了，啊，他又不肯，他又硬要去吃那波线。其实我觉得有个点啊，就是爱玩游戏的。多多少少都比较个性比较明显一点啊，不爱听劝或者不爱听指挥，很多玩家都会这样子。你就不说别的吧，你就从那个 CS 和那个撸啊撸端游的职业比赛上看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很多玩家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因为你指令啊，或者说 BP 啊，或者说怎样的策略啊，做得再好。但真正要去执行的是职业选手个人，然后职业选手要去怎么去，愿不愿意完全去听或者怎样子的话，又另外一回事了。然后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，其实玩游戏的玩家其实多多少少性格上会爱玩游戏的话，大部分的玩家来说，性格上都会比较，有个性，我只能这么说。
这一波细节双峰啊，跑出塔外再接大招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吃到塔的伤害了。这波比想干嘛？想强行开团？这边闪现拉开距离以后，让队友去后面出伤害，扛不住啊！对面伤害是有点高的。其实这波已经完全没必要往后打了。 没什么状态，然后射手的话又还在上路待着。射手其实早就可以站中路了，因为射手有个点啊，如果你是一个高机动性的射手，那另外一回事儿。你不是高机动性的，然后射手赶路赶得又慢，然后在线上的话也很容易被对面抓。那这一波。 利用自己的个人实力，把对面技能吃的差不多以后，队友也是完成了一个收割。亚索其实现在这个版本已经削得很厉害了，为什么？他的大招又被削了一大刀嘛。这个见到人就直接疾跑黏住对方啊 ，QA 结束。 AD 感觉就像是个摆烂的，我感觉。你像刚刚那波团完全就是3打5，然后 AD 一直不在场，就估计真有这种。说实话，就是比如说你一开麦想要跟他沟通，那他就觉得你是在指挥他。这里面就讲到一个点，降智问题，就是其实也不能叫降智吧，就是其实。 你会发现以前的网民吧，就以前上网在00几年那个时候的上网的网民，其实你会发现他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就是比较高端的，就是感觉他们说的东西啊或者什么会有一点点的那个，比较有那叫什么？哎呀，我也形容不了，反正就是看起来很屌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说的一些东西。 然后你会发现，现在的网络上呢，就是各种为什么就是还有就是各种短视频，然后各种讲那种，甚至有很多假的讲出来，别人也信，就是别人讲什么你就看到了以后，你就认为这就是对的，然后你甚至还会把这个，就是有一些人还会把这个错误的一个信息转发给朋友啊或什么的。 就像国外的那个问题哥，不是那个黑人嘛，是叫问题哥嘛，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多那种什么生活小知识，然后其实他只需要很简单的用手去触碰它就结束了的问题。这一波对面其实他们才是劣势方，然后能追着左边的那个优势方追着打，这射手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的。其实这把这射手没那么摆的话，这局游戏早就结束了。这边的话也是选择直接推打，不想要接着打下去了。确实这个射手有点恶心，我只能这么说。那行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。 后面还有一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